大家好，我是 Younger。这两天，新加坡房产市场突然炸了，因为政府终于对 EC 正式出手了。以后买 EC 不再是以前那种住5年转手套利的玩法了。MOP 直接从5年拉长到10年，而且要等到第15年才能卖给外国人。除此之外，政府还取消了 DPS 延迟付款计划，同时把首购族配额提高到90%。很多人第一反应是，完了，新加坡房产是不是要开始降温了？但更关键的问题其实是，为什么政府偏偏现在出手？因为如果你仔细看过去几年的市场，你会发现 EC 已经越来越不像给中产升级住房的产品了，反而越来越像一个低风险套利工具。很多人买 EC 已经不是为了住，而是在算5年后能赚多少，而这显然已经偏离了政府当初设计 EC 的目的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次政策影响的可能根本不只是 EC， 它很可能是整个新加坡房产市场开始进入新阶段的一个信号。而未来几年，房价很可能会出现3个非常大的变化。今天我们就一次讲清楚。很多人以为这次只是普通的政策微调，但其实政府这次对 EC 动手背后真正反映出来的问题比很多人想象的更严重。因为过去几年 EC 真的涨得太夸张了。以前 EC 最大的吸引力是介于 HDB 和 Condo 之间，它本来是给中产升级住房用的，价格比私人公寓便宜，但又比主屋更高级。所以很多年轻夫妻升级家庭会把 EC 当成人生第一套真正意义上的私人住宅。但后来整个市场慢慢变味了，尤其疫情之后，新加坡房价全面上涨，大量资金涌进房地产市场， EC 开始变成低风险套利产品，很多项目尺价已经突破1800新币，部分热门 EC 甚至已经接近普通 Condo 价格。最关键的是，大家发现 EC 有一个非常夸张的优势，就是它虽然有补贴有资格限制，但5年 MOP 之后就能进入公开市场。结果很多人的逻辑开始变成先低价买 EC 住5年，再高价卖掉，轻轻松松赚几十万。所以你会发现这几年大量 EC 交易几乎都是刚过 MOP 立刻出售。政府的数据其实已经说明问题了。2020年时，大约一半 EC 买家还是首购族，但到了2024、2025年，首购比例已经跌到30%到40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越来越多真正需要租房的年轻人被市场挤出去了。EC 开始越来越像投资产品，而不是住房产品。而新加坡政府其实最怕的就是房产金融化，因为一旦房子变成全民投机工具，最后一定会出现一个结果，真正需要住的人越来越买不起。所以这次政策本质上不是单纯打压 EC， 而是在纠偏。政府是在强行把 EC 拉回自住属性。你会发现这次所有政策全部都在做同一件事，降低投资吸引力。MOP 延长10年，取消 DPS， 限制外国人接盘，提高首购族配额，全部都是在告诉市场，以后别再把 EC 当套利工具了。政府更希望你买 EC 的时候想的是，我要不要在这里住10年，而不是5年后我能赚多少。接下来第一个最直接的变化就是 EC 投资热可能真的要开始降温了。因为这次最狠的一刀其实不是15年后才能卖外国人，而是 MOP 从5年直接变10年。很多人可能还没意识到这对投资逻辑影响到底有多大。以前为什么那么多人抢 EC？ 因为周期短，很多人算的是建造3到4年，再住5年，大概8到9年就能退出套利。但现在呢，你至少要锁10年，加上建造时间可能13到14年才能真正自由出售，这会直接改变整个资金回报逻辑，尤其是投资客。因为房地产投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资金周转速度，周期越长，风险越高，机会成本越大。更别说现在还取消了 DPS， 以前很多人可以先锁单位，后面慢慢付款，甚至有人一边住旧房一边等 EC 升值。但未来不行了，以后买 EC 要像私人公寓一样跟着工程进度付款。这意味着什么？现金流压力会明显变大，特别是升级家庭，
很多人原本想先买 EC，等旧房慢慢卖，中间做资金安排，现在难度直接上升。而投资客一旦减少，会发生什么？市场热度一定会降，因为过去几年 EC 价格之所以冲那么快，很大程度上就是资金追逐造成的。但未来当套利空间缩小，锁定期变长，很多人会重新思考，我为什么不直接买 condo， 或者我为什么不把钱放去别的资产？所以很多分析师现在已经开始判断，未来 EC 价格上涨速度很可能明显放缓，甚至部分项目可能会出现5%到10%的价格调整。当然，不代表房价会暴跌，因为新加坡人口、土地、需求这些长期逻辑还在，但市场的疯狂感可能会开始下降，而这其实就是政府想要的结果。政府不一定要房价跌，但他一定不希望市场继续失控。但有意思的是，虽然大家都在说政策收紧，市场降温，可短期内部分 EC 项目可能反而会涨得更猛。为什么？因为市场现在出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现象，最后一批旧规 EC 效应。简单来说，就是那些已经拿地但还没开卖，而且不受新政策影响的项目，现在突然变得非常抢手。因为大家知道，这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能5年套利的 EC，结果市场会出现一种非常强的 FOMO 心理，很多买家会想，现在不买，以后就没机会了，于是反而会加速入场。这其实是房地产市场很常见的现象。每次政府出政策，市场短期内经常会出现抢末班车，因为人性最怕的不是贵，而是以后更难。尤其新加坡买家对政策非常敏感，很多人会觉得未来 EC 越来越难套利，那旧规则项目反而更值钱，于是发展商也可能顺势提价。所以接下来你很可能会看到一种很奇怪的情况，新闻都在讲 EC 被打压，但部分新项目反而卖得更快更贵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永远看不懂房地产市场，因为政策影响从来都不是线性的，短期看情绪，中期看资金，长期看供需。而现在市场最大的变量其实是大家开始重新思考，未来的新加坡房产到底还能不能像过去那样轻松赚钱。一旦这个预期改变，整个市场气氛都会慢慢改变。而真正值得担心的其实是第3个变化，这次 EC 政策很可能不是结束，而是开始。因为如果你回头看过去10几年，你会发现新加坡政府其实一直都在做同一件事，不断压制房地产投机。ABST 贷款限制、卖方印花税、土地供应调整、HDB 政策收紧，几乎每隔几年政府都会出手。为什么？因为新加坡非常清楚，如果房价彻底失控，最后受伤最严重的一定是普通人，尤其年轻人。因为当房产变成全民投机工具之后，房子就不再是住的，而是金融产品，最后会出现一个很危险的情况，没有资产的人越来越买不起，有资产的人越来越容易赚钱，阶层差距会越来越大。而 EC 本来就是政府给中产保留的一条升级通道，如果连 EC 都开始金融化，那问题就非常严重了。所以这次政策其实释放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，未来的新加坡房产市场，政府可能会越来越强调居住属性，而不是投资属性。很多人过去习惯了一个逻辑，买房一定赚钱，但未来这个逻辑可能会慢慢改变。尤其年轻一代，未来可能越来越难靠短线房产套利完成阶层跃升，房地产会慢慢回归一种更正常的状态，就是它首先是房子，其次才是资产。当然，新加坡房价长期会不会跌？我认为短期大跌概率不高，因为土地有限，人口增加，高收入人才持续进入，这些长期需求还在。但未来那种闭着眼买都赚钱的时代，可能真的开始结束了。所以回头看，这次 EC 政策真正改变的，其实不只是 MOP， 它改变的是整个市场的逻辑。以前很多人买 EC 最关心的是5年后我能赚多少，但未来政府更希望你思考的是你愿不愿意真正住10年。而这背后其实也是新加坡房产市场
开始从投资逻辑重新回到居住逻辑。那你怎么看？你觉得这次 EC 政策之后，新加坡房产真的会开始降温吗？未来 EC 还值不值得买？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。如果你喜欢这种新加坡房产政策趋势、楼市分析内容，记得点赞、分享、订阅频道。我们下期见。